这大概是最土豪的武器12金钱镖。由边缘打磨锋利的铜钱做暗器，用时瞬息而发，快如闪电，能够同时打中多个目标。即便身为高手，看到暗器的同时便已殒命，乃是大侠于建平的独门绝技。凭此威震江湖，开创安平镖局。多年来，押镖从未失手。这日，镖局接下一大单生意，朝廷命其押送20万两镖银军饷到前线。于建平打算将运镖任务交给儿子积攒声望，却遭到弟子乔茂出言相劝。此趟押镖干系甚大，一旦失手，镖局声誉必然被毁。他担心出差错，请求一同前往。然而少镖头向来自视甚高，更是对乔茂看不上眼。最终还是于建平一锤定音，由少镖头与小师妹一同押镖，再带上金钱镖旗，保证万无一失，却依旧未让乔茂同行。回归的乔茂忧心忡忡，他虽尽得12金钱镖真传，但因家境贫寒，全靠于建平一手栽培。心怀感激的同时，也保持低调，从不与少镖头争名夺利。但这次事关镖局名誉，少镖头又经验不足，他实在无法安心。思考片刻，还是决定暗中护送。次日，镖车浩浩荡荡上路，乔茂追上镖局队伍，一旁山头上却出现了3个蒙面强盗。少镖头自觉无人敢惹，继续前行。待来到岔路口时，他便要带领队伍走小路。乔茂骑马赶上，好言相劝。看似强盗们会在大路埋伏，可焉知这不是对方的暗度陈仓之计。少镖头却狂傲自大，坚持要走小路。乔茂无奈，只能先在前探路。然而果真如他所料，待镖车走近，道路两旁瞬间出现数十名强盗，一时间刀光剑影，喊杀震天。更有一名紫衣女子，暗器惊人，武艺不凡，连杀数名镖师。乔茂听闻喊杀声，急忙赶回，正欲挥剑斩向女子，却见对方容颜娇媚，一时间不觉看吃了眼。直到女子含笑挣脱，乔茂这才回神，丢出金钱镖，却被对方迅即接下，随手甩出，当场令一名镖师毙命。此时山头上一名独眼老者发出信号，擒贼先擒王。乔茂料定老者必是强盗首领，纵身来到老者身旁，按照规矩先行晚辈之礼。此幕正被少镖头等人看在眼里。此时镖局人马所剩无几，紫衣女子施展暗器铁吉利，打中小师妹，随即又将少镖主击倒在地。两人自知不敌，顺势倒地装死。不多时，镖车便被强盗劫走，而山头上独眼老者依旧自在抽烟。乔茂持剑刺来，对方却是移形换影，功力绝非他所能及，最终被老者夺走长剑，钉在树上。老者嗤笑，称他是个可造之才，便留他多活几日。说完便径直离去。乔茂心有不甘，见镖车被抢，随即追去。此时装死的少镖头两人起身，又在镖师身上发现12金钱镖，结合之前见到乔茂行礼，只以为他与强盗串通一气。待3人伤痕累累回到镖局，发誓声称乔茂必是奸细。于建平本不愿意相信，然而当看到乔茂的金钱镖后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令他不得不信。之后因20万军饷被劫，官府将安平镖局查封，软禁于建平之妻作为人质，命他在1个月之内追回军饷。如此，于建平等人不得不踏上路途。而另一边，乔茂一路跟踪强盗队伍，入夜发出声响，惊动一众强盗，趁机钻入镖车底部躲藏。虽刚好被紫衣女子望见，他却并未声张，因之前乔茂不杀之恩，于情于理他都要报答。女子名为玉荣，见队伍离大本营越来越近，暗中传信叫他提早离去。然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乔茂决意要闯一闯龙潭虎穴。待强盗们回到山寨，乔茂在镖车下现出身形，却还是被强盗发现。虽凭借高强武艺左突右冲，但终究敌不过人多势众，被独眼老者射出铁吉利，刺中大腿，失手被擒。但老者并未取他性命，而是令玉荣来充当说客。原来她便是老者的义女，欲以钱财诱惑他叛变誓师。可乔茂为人最重道义恩情，誓死不愿背叛师门。老者见软的不行，
命手下用绳索将他绑在马后，纵马拖行，肆意折磨乔瑁。见他如此悲惨，玉荣于心不忍，在关键时刻射出铁蒺藜将他救下，苦苦哀求父亲放过乔瑁。见女儿为了外人忤逆自己，老者放肆大笑中透着疯狂，竟是将他与乔瑁一同关入水牢，几处流水不断落下，不到1个时辰就会淹没两人头颅。生死危机下，两人互相表露心意，却被3个强盗头头生生打断。为首一人丢下飞刀，却被乔瑁侧身躲过。等老者亲自前来查看，积水已经漫过两人头顶，放松警惕，命手下关闭水闸。哪知乔瑁求生意志迸发，趁机利用身旁飞刀割断绳索，随后再为玉荣松绑。两人趁其不备跃出水面，玉荣以身犯险挡住老者，令乔瑁得以逃脱。老者也并未追击，既然乔瑁未死，不如趁势让其带着于建平前来山寨。侥幸逃得一命的乔瑁晕倒在路边，却意外遇见了小师妹。原是几人途中得到消息，各自搜寻下才找到了她。乔瑁跟随师妹来到落脚的破庙，众人认定他是叛徒，根本不愿意相信他的说辞。于建平更是拿出他的金钱镖，连声质问。眼见有口难辩，乔瑁纵身夺过少镖头长剑，自断左臂以证清白。如此决然，这才打消了于建平的猜疑。几人跟随乔瑁来到山寨，所过之处并无强盗，直到几人闯入深处，周围立时冲出大批强盗。独眼老者也现出身形，看到此人，于建平大惊，这不正是自己同门师兄吗？原来当年两人师傅将12金钱镖口诀传给于建平，并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。老者不忿盗取口诀，却被师傅发现，打瞎一只眼，从此流亡关外，以口诀苦练12铁蒺藜攻城。20年的仇怨噬骨入髓，哪怕于建平不愿出手，愿将自身名利让出，也无济于事。今日两人必要分出生死。乔瑁却是趁着两方僵持时离开，闯入地牢，要将玉荣救出。彼时3个强盗头头见财起意，正要将军饷偷偷运走时，乔瑁现身截住3人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他率先为玉荣解开束缚，虽失去一臂，却依旧永不可挡。两人合力将3名头头一一解决，彼此感叹劫后余生。待两人走出地牢，两大武林高手战斗愈发凶猛，旁人插手无异于飞蛾扑火。玉荣劝告乔瑁，何苦一定要以命报答，不如与他一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从此郎情妾意，再无忧愁。但乔瑁依旧不愿，如此离去，岂不成了不仁不义之徒？此时两大高手的战斗已到白热化，各自使出独门暗器，迸发出道道火光。玉荣却暗道不好，方才于建平皆是右手出招，而老者却能双手出招，这般下去必会落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乔瑁飞身舍命挡下铁蒺藜，于建平大惊失色。乔瑁却是洒然一笑，如今终于报答了师恩，只求能以自己的性命换得了结双方仇怨。老者无言，来到于建平近前，夸赞他收了一个好弟子。正当两人就要和解，却被解决完杂兵的少镖头背后偷袭。于建平当场甩出金钱镖，大义灭亲，斥责他坏了江湖道义。玉荣还要发难，却被老者喝止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如今20年的恩怨终于了结，只是所付出的代价过于惨烈。为了报恩，乔瑁心高气傲，却饱受压抑；为了报仇，老者被仇恨吞噬，心狠手辣；为了道义，于建平出手诛杀儿子，种种悲凉，正应了那句老话：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